我真的很佩服果果，别人都在预支未来的钱啊，刷信用卡啊什么的，提前消费，提前享受。果果是提前生病，把60岁以后的病挪到现在来生，竟然可以躺在医院1周，就这样无所事事，躺在病床上休养、发呆、放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做菜的奶爸狗狗，是一个上海人，因为爱情嫁来台湾，因为家庭和小人，目前蹲了台北生活了4年半的辰光。原本是2个小人的全职家庭主妇，目前回归了工作。辣做平面设计师，经常分享一眼辣台湾的日常生活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周的近况，以及我在台湾第一次接触住院的体验。当然不是我住院，我们家现在少了谁呢？少了果果，他住院1周，所以我这1周是一个彻彻底底的1打2的全职奶爸。希望大家一定要看下去哦！相信各位已婚或者是有家庭的男士，尤其结婚比较久的、感情相处比较久的男士，如果另一半不在家里1周的时间，我相信很多人的心情一定觉得非常放飞，一定爽歪歪了吧？我这周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我飞啊飞，简直就要飞到天上去了。那我这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？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上次我说自己成为了一个单亲爸爸，我这1周真的彻彻底底的成为一个单亲爸爸。我不知道大家通常在上班的时候遭遇到最糟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以我自身来说，我觉得我遭遇到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老师来电话说家里小孩发烧了，要把他从学校接回去，没办法去上学。那这个情况是比较糟糕的。比这个情况更糟糕的呢，是家里2个小孩都发烧了。比这个再糟糕的情况呢，是2个小孩发烧的同时，妈妈住院了。我们家是什么情况呢？也就是上周日的晚间，我们把2个小孩都安顿好之后，果果说自己胃痛，肠胃痛，应该是痛得蛮厉害的。他就在心想自己会不会是阑尾炎啊？然后晚上没办法，他说第2天还要上班，赶快去挂一个急诊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然后他就跑去医院挂急诊，当时是凌晨1点钟的时候。那我也是很不安心，虽然我知道也必须要早一点睡觉，明天才有精力送小孩去学校啊，然后去上班啊，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安。于是我就在家里独自等待他的消息。他到了医院跟我说呢，急诊的人非常多，需要排队。然后呢，经历了一些验血啊之类的检查，又要等报告，等很久时间，一直等到半夜3点多的时候，他才跟我说，医生说可能是肠胃炎，让我先睡，他在那边打点滴。那我想想继续等下去也没什么作用，于是我只能强迫自己去睡觉，去休息，因为毕竟第2天可能他也没什么精力来顾小孩，所以我必须保存好自己的精力。没想到到周1的早上，我们家的儿子他也发烧了，他跟我说腿很酸，腿很痛，就是浑身骨头痛嘛，就是发烧那种感觉。那我不得已只能跟公司请假。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板，因为我在去这家公司之前呢，有跟老板打招呼，我是一个2宝爸爸，所以时不时会碰上一些小朋友的突发情况，所以老板对于我请假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宽容的。那当天早上我就跟老板发了个讯息说家里小孩发烧了，我需要请假。当时早上果果还没有回来，然后我发讯息给他说是肠炎吗？他一时也说不清楚，就说医生还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只是一直在吊点滴。那我也没办法，顾不上他，只能先带小孩去医院。真的，台湾的儿童医院真的是很方便，儿童诊所就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家，1公里以内啊，我就带他去，前后经历了半个多小时就看完了。寻常的感冒，而且有一些病毒性的肠炎，所以他胃口也不好。那医生其实也没做什么化验，只是听诊一下，然后看了一看喉咙，然后开了一些药，就让我们回家自己去吃药休息就好了。那我当天呢就在家里顾2个小孩，好在小孩的恢复力真的非常强，回到家里就像没事一样活蹦乱跳的。当然我当天白天也耗费了很多的精力来顾他们。那到晚上的时间呢，我还是放心不下果果，看看小孩没什么问题，还是决定带着2个小孩一起去医院看他一下。好险医院离家还不算太远，用我刚刚考出来的机车驾照，骑着我们家的机车就可以到。我到了医院呢，碰到果果之后才知道他得了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病，那个病的名字还蛮复杂的，我这里也就先不说了。
因为我也说不清楚。总之呢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原因，跟平时的饮食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跟作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唯一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年龄，据说是一种通常在60岁以后才会得的病。我真的很佩服果果，别人都在预支未来的钱啊，刷信用卡啊什么的，提前消费，提前享受。果果是提前生病，把60岁以后的病挪到现在来生。然后医院竟然说这样一个病要住院1周的时间，因为他这1周完全没办法饮食，所以全靠葡萄糖来提供身体的能量，所以整天都需要吊点滴，没办法断供。还有，你看了啦？对，然后让别人看我们。不好意思，家里有点吵，因为我必须在家1打2，今天外面还台风，刮风下雨，没办法带他们出去玩。那说回果果住院的情况，其实去医院路上呢，我心里还是蛮羡慕他的。我心想啊，你竟然可以躺在医院1周，就这样无所事事，躺在病床上休养、发呆、放空，我心里很羡慕啊。但是到了医院，看见他脸色苍白、病殃殃的样子，无精打采的，其实也是心里蛮难受的。毕竟是自己的另一半，朝夕相处的另一半，然后突然要有1周时间不在家，心里有一点空荡荡的。虽然他的病况没有到很严重，这一点还让我比较放心，但是作为他来说，其实也蛮痛苦的，就是手上扎了许多针。然后那个抗生素打进去其实还蛮痛的。另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吃，包括一开始的2天连水都不能喝，而且还不能洗澡。整个医院呢，它是在最靠边的一间病房，晚上的时候还是蛮可怕的，医院的那种氛围啊。那而后呢，我在医院最主要就是陪伴他嘛，但是由于有2个小朋友在旁边的情况下，小朋友实在坐不住太久，那就只能带他们去医院逛一逛。逛下来我才发现这个医院真的很不错。果果住的医院呢是台北荣民总院，我后来上网查才知道是台湾 No.1 的医院哦，所以它的设施啊、环境啊都非常好，而且好像是最近还是什么时候有重新翻新过，那些大楼都非常漂亮。那因为上海也有非常多新造的医院，环境跟建筑都很好，所以对于荣总的那个建筑啊、环境我没有特别惊讶。但是到他的餐厅让我非常惊讶，就是他的餐厅简直就像一个百货公司的美食广场一样，设了非常多的专柜，而且每一个专柜都是比较知名的品牌，所以那边的伙食、那边的餐饮让我觉得非常可口。哦，还会有更多啊。这样怎么用啊？直接点完面，从这里出来，还有餐具。以至于后面几天我去医院最大的动力就是可以去那边吃好吃的东西，而不是看果果。真的让我在那里就想一天一天换不同的花样吃过来。可能果果住院1周，他没办法吃东西的情况下，渐渐消瘦，而我日渐发福。而2个小朋友呢，因为对于医院的环境啊什么的都还蛮新鲜、蛮好奇的，所以他们去也不会特别无聊，只是要一直带着他们时不时出去走一圈。哦。
那医院的冷气也非常舒服，比我家里凉多了。所以原本我打算呢，每天下班后接上小朋友就带他们去医院吃完晚餐再回家。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到周二呢，本来我想儿子也退烧了，2个小朋友可以安安心心去学校，我可以专专心心去上班赚钱了。没想到周二早上轮到妹妹发烧了，就是一早上都没有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送他们去学校了。虽然送他们去学校的过程也是手忙脚乱，跑到学校门口发现书包没有带，因为一个人照顾2个真的是很多事情会忘记，然后2个又有时候不听话，叫他们去换衣服啊什么的，叫他们穿鞋子啊都要叫好几遍，真的肝火都上来了。然后跑到学校门口发现没有带书包，再匆匆赶回来，跟公司请假1个小时，终于把他们送到学校，在公司的办公桌前面坐下来，没多久又收到消息说妹妹也发烧了。当时只能先让阿公阿嬷顾一下，真的好险，阿公阿嬷身体很健康，然后他们可以帮到非常多的忙，让我在安排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更多的余地，不至于真的自己彻底焦头烂额。那我当天呢，就先让阿公阿嬷顾一下他们，我说我会中午请假回家去带他们，我就上午稍微把公司的事情处理一下呢，中午又回到家里去顾他们2个，然后又带他们去医院看病，这是本周的第2次去医院看病。也是同样的症状，普通的感冒，然后加上有一些肠胃炎，也是感冒引起的病毒性的肠胃炎，配了一些药就好了。那其实回到家，小朋友真的睡一觉，精神又好起来，所以晚上又带他们去了医院。但是妹妹这个状况比哥哥麻烦一点，她白天基本上没什么发烧，一到夜里那个烧就会高起来。所以不得已呢，后面2天又请假在家里1打2。那其实带这样年龄的小孩呢，他们不会有什么霹雳炫酷啊、惊世骇俗的大招发出来，把你一下子打到空血。但是他们时不时就是有一些小状况，时不时对你进行10万个为什么攻击，时不时2个人吵架抢玩具，叫你出来调停，就是这样不断的一点点扣空你的血槽。一天中总有1、2次、3、4次、5、6次，感觉自己血管快要爆炸了。好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爸爸要晾衣服了。你有什么事？我们才知道了，然后黄色他们就一起分类。虽然果果在家里，我不觉得他有在做什么事情，但是果果不在家里，我才发现了他的重要性。很多事情他都默默做掉了，以至于他不在家，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疲劳，非常困难。那就这样度过了几天呢，到周五，2个小孩终于平安无事恢复健康了，可以把他们送去学校，我得以去上班，才让自己松了一口气。但是想一想，后面2天又是周末了，然后果果还是没办法出院，还要等到下一周才能出院。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压力的，要安然无恙的带2个小孩度过周末，真的是家里病来如山倒，还好有我这个海浪，浪啊浪在那里支撑住，没有让山彻底倒下来。好在呢，漫漫长夜已经快要度过了，黎明就在眼前了，果果就快出院了，终于我们家要恢复平常的生活了。那说到最后，其实我内心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有一点希望自己也生病住院1周时间，让果果在家单打2个试试看。开玩笑。好了，终于希望就在眼前，出头日快到了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希望下期我还是能保持这样一个乐观的心态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再会。